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独木成毅能撑起欢瑞世纪的风光吗？最有望接任欢瑞一姐的张雨绮悄悄从欢瑞世纪官网消失了。说起来，欢瑞一姐还真有点不好当。自2021年杨紫离开后，这个位子就一直悬而未决。期间经历了袁冰妍因税务问题下桌，本以为张雨绮终于熬出头了，一则张雨绮离开欢瑞的微博热搜炸开了锅。不过倒也不算惊讶，这2年欢瑞世纪叫得上名字的艺人相继离开。去年任嘉伦公开告别老东家，今年年初欢瑞的拜年视频也没了刘学义。张雨绮从公司官网消失，反而有种终于尘埃落定的既视感。曾经星光熠熠的欢瑞世纪，现在一眼扫过去，脸熟的都没几个了，叫得出名字的或许就只有成毅了。也好在还有个近期势头比较猛的成毅，让欢瑞引以为傲的艺人经济没有显得那么难看。但仅仅靠成毅，还能撑起欢瑞未来的风光吗？艰难的2024与难言的2025，欢瑞世纪的2024年过得不算舒心。4月18日，欢瑞世纪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。报告显示，2024年公司营业收入为3.848亿元，同比增长了14.6%，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-2.411亿元。再次陷入亏损泥潭，2大主营业务表现不够亮眼。一是影视剧及衍生品业务，2024年营业收入为2.203亿元，与去年相比减少了5.15%，毛利率同比减少了13.43%。报告期内，欢瑞仅上映了一部由成毅主演的《谍战剧深潜》，这部剧于2019年开机。积压近5年才问世，可以预见市场表现并不算好，热播期云合集均仅1000万左右，后期基本无广裸播，盈利空间被不断压缩。二是艺人经纪业务，2024年的营业收入为1.643亿元，虽然同比增长了86.86%，但营收增长建立在营业成本暴涨97.79%之上。实际上毛利率为-1.25%，而与此同时，欢瑞世纪又接连遭遇了核心艺人大量流失。2023年欢瑞世纪的拜年图中，尚且还有任嘉伦、李小冉、颖儿、何中华、蒲巴甲等大众认知度较高、耳熟能详的演员，但到了今年基本陆陆续续离开，只剩下成毅以及佛系养老的张瑞比较眼熟了。显而易见，靠影视制作和艺人经纪协同发展起家的欢瑞世纪，正在遭遇新一轮的危机，并持续扩大到了2025年。欢瑞世纪4月17日披露的2025年1季度报告显示，本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8554.797万元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-407.023万元。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27.35%，亏损仍在继续。而纵观欢瑞世纪后续的作品储备，情况仍然不容乐观。已经取得发行许可证的千香由宋威龙、鞠婧祎主演，打造过爆款仙侠长月烬明的导演鞠觉亮执导，1月份才杀青的《佳偶天成》由公司前一哥任嘉伦主演，莲花楼导演郭虎执导。主创团队确实都比较亮眼，且均是古偶仙侠剧。但问题在于，古偶仙侠题材的黄金期已经过去，爆剧又爆人的概率越来越低。欢瑞目前在播的仙侠剧《千秋令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该剧由《仙剑奇侠传》系列琉璃导演麦冠之执导，张雨绮主演。目前云和正片有效播放量是占率小于1%。评级仅为 B 加，可以说糊到无人问津的地步。现阶段来看，欢瑞世纪未来仍然会坚持在一贯擅长的古偶仙侠赛道持续深耕，
2024年度报告中提到，公司目前拥有40余部 IP 的改编权，其中已经公开的 IP《谪仙》《天香消沉》等也都是古偶仙侠题材，无异于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为未来打造爆款、实现影视制作业务的增长添加了更多不确定性。这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做法，还存在于欢瑞世纪的艺人经纪业务。2024年欢瑞艺人经纪业务的营业收入已经占到公司全年营收的 42.71%， 但目前公司能称得上一线艺人的仅有诚意艺人，这也意味着欢瑞世纪的营收高度依赖于某一位艺人，显然是一种不太妙的趋势。将艺人经纪作为公司主营业务之一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风险。2024年6月24日，任嘉伦官宣离开老东家之后，即便还有诚意这棵摇钱树，市场反响仍然十分强烈。欢瑞世纪股价跌 4.74%， 报收 2.41 元每股。更不用提诚意之后，欢瑞再难找出另一根顶梁柱了，抗风险能力持续削弱。那么接下来欢瑞世纪能否与诚意能否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，就显得至关重要了。诚意能撑起欢瑞的风光吗？不能否认，诚意的走红之路，欢瑞世纪确实出了不少力。从2016年青云志中的崭露头角，到2020年仙侠剧《琉璃小报》，终于在2023年凭借新式武侠剧《莲花楼》实现大爆。可以说，诚意是欢瑞世纪以剧养人发展模式最后的辉煌。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于，当艺人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之后，为了寻求自身更好的发展，走向外系必然的趋势。目前诚意的几部待播剧基本都是外系，《富山海》由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稻草熊联合出品，《狐妖小红娘》王权篇由爱奇艺、腾讯动漫出品，恒星引力制作。刚杀青的《长安24季》则由优酷出品，并没有出现欢瑞的身影。对于现阶段的诚意而言，欢瑞世纪的影视资源或许没有那么重要了，但对于欢瑞来说，签约艺人诚意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。一方面，相较于欢瑞内部的作品储备，诚意主演的外戏显然更有爆香。近期胎动频繁的武侠剧《富山海》是莲花楼原班人马，《狐妖小红娘》王权篇则是头部 IP 漫改剧，包括《长安24季》均是平台头部大剧。剧播之后，随着诚意个人咖位的提升，对欢瑞营收做出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。另一方面，经历了核心艺人大量流失之后，欢瑞捧新人的脚步从未停歇，依靠诚意以老带新也成了其中一环。诚意主演的多部作品中都少不了欢瑞大礼包。2024年播出的《深潜》中的侯梦瑶，待播的《富山海》的刘梦瑞都是欢瑞签约艺人。除了个人为艺人经纪业务做出贡献之外，通过自身人气为新人增加曝光度的优势同样难以忽视。以诚意目前的人气和作品存货，或许还能保欢瑞世纪一时的荣华富贵，但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单一艺人身上，显然风险太大。目前也能看到欢瑞在开拓新业务方面做出的努力，比如拥抱影视行业风口，大力布局微短剧业务，目前已经搭建了完备的短剧编剧与投流团队。欢瑞世纪在2025年一季度财报中明确提到，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实现一定程度的增长，主要受微短剧等新业务营收大幅增长所致。但相对应的，由于微短剧等新业务处在快速拓展期，人员、内容、研发等投入增加，导致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了 127.35%。再比如积极探索 AI 新兴技术，欢瑞于今年一季度与上海接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，共建林月爱，探索 AI 技术在影视行业的落地应用，并已经开始运营和产出作品，不过暂时还未看到成品。目前来看，
欢瑞世纪的新业务还处在投入研发阶段，很难实现正向盈利，而传统业务也稍显乏力，打造古偶仙侠爆款的难度越来越大，娱乐圈新人出头也越来越难。现阶段或许先留住诚意比较重要。